我的妹妹恨了我数十年，声称我为她选的专业害了她一辈子。家宴上，她持刀杀了我，你们知道我读书的时候有多痛苦多狼狈吗？我脾脏破裂，血流不止，父母却忙着安慰受惊的妹妹，对不起，娇娇，我们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在睁眼。我回到了她填报志愿那天这一次，我说这是你的人生，当然由你自己决定关于前世最后的记忆，是水果刀自尽腹部带来的濒死剧痛。我忍着巨大的痛苦，向着父母的方向蠕动，冰冷的地板上留下一大片被蹭花的血迹，可直到血液流尽，身体发冷僵硬，也没等到父母看我一眼。我的父母忙着安慰精神崩溃的赵玉娇，他们的眼里从来都看不到我重新睁开眼。赵月娇正不满地拍打我的胳膊，眼底充斥着不耐，问你呢？我到底选什么专业呀？我一下子反应过来，这是他填报志愿的那天，见我愣愣的没有说话，赵月娇愈加烦躁，你不理我，我这就去告诉爸妈。我猛地回神，冲过信号死攥住他的手腕，将他拽了一个踉跄。在他不满的痛哭声中，我赶忙开口，别什么都告诉爸妈呀，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你的人生当然要由你做主。赵月娇眼睛一亮，接着冲我翻了个白眼，你说的对，你可算说句人话了。他喜笑颜开的去了我爸妈房间，我目送他离开，心中冷笑，这是没有了，我给他铺路，我倒看看赵月娇，靠他自己能混成什么样。前世家宴时，我死于亲妹妹手上。那天我的公司成功上市，回首半生，我与亲人相聚的时间不多，便提出在市中心买一套大平层，把父母妹妹都接去与我同住，一家人共享天伦。我的父母兴奋又忐忑，频频抬眼偷瞄我的妹妹，生怕她看到我的成就，心里不舒服。这一举动更加刺激了赵月娇敏感的内心，她猛地站起，将桌上菜肴扫落在地，声嘶力竭，我不要和你住在一起，你知道因为你我有多狼狈多痛苦吗？在我迷茫的眼神里，赵月娇抽出水果刀向我刺来，你根本就不懂我，我根本不想学金融，为什么逼我去学这么难的东西？你知道因为这个我得了抑郁症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给我选专业安排工作，都是为了羞辱我，看着我躲在你的光环下，你很得意吧？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水果刀已经扎入了我的腹部，剧痛袭来，瞬间失去反抗能力。我的父母在旁边焦急的连声劝解，娇娇，你快停手啊，她毕竟是你姐姐啊，却丝毫没有要上前阻拦的意思。他们生怕混乱重伤到赵玉娇，赵月娇愈加狂躁，又连刺了我10几刀，刀刀扎中要害，铺天盖地的剧痛淹没了我在模糊的视线中。我隐隐听到娇娇，我们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，怎么不跟爸爸妈妈说呢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怨他，只是他太过分了，故意羞辱我。我一时忍不住。赵月娇泪水连连，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，我翻烂了志愿填报指导书，问遍了全部的人脉，挑出了一个大家都满意的专业。明明赵月娇当时甜甜的说谢谢姐姐，为什么现在却又怪我？我帮她规划职业，带她进我的公司工作，给她优厚的年薪，我到底做错什么？我怎么就逼她得了抑郁症，害了她一辈子？带着不甘和疑惑，我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赵月娇离开没多久，我妈便红着眼敲开了我的房门。月清，你劝劝娇娇吧。她看完短视频后，非要去学什么考古证，多辛苦啊！她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受得了上一世？在我的综合衡量下，我劝赵月娇读了金融，她是玩心很重的学生，为了耐让她高考能过本科线，我花了很大力气把她送入1年学费10万的顶尖私立中学，可她一边玩一边学时，不是还会心态崩溃，牵动着全家人的神经，这时候我父母便会让我去疏导她。月清，你是姐姐，你可得多关心妹妹，爸妈年纪大了不懂你，年轻人，你妹妹可就指望你了。好孩子。在这虚假亲情的迷惑下，我又自掏腰包帮赵月娇找了金牌1对1私教，在无数金钱资源的扶持下，她擦边过了本科线。我边劝她报金融专业，只要能拿到毕业证，我就可以把她安排进我的公司，给她一个不错的职位，让她在我的羽翼庇护下安然的过完这一生。可最后她却说，我毁了她一辈子，我所付出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羞辱她。这次我决定放手，任赵月娇自己去飞妈。娇娇都成年了，我们没必要再事事干涉她。她皱起了眉头，看了看赵月娇，生怕说错话惹她不高兴。那考古也不行了，我拉着她的手，笑眯眯的劝慰娇娇，都成年了，你呀，该学会放手了，别操那么多心，你看你跟爸都没管过我，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吗？她讪讪的闭了嘴，只能作罢，然后眼睁睁的看着赵月娇把志愿全填上了。考古学，1个多月后的深夜，我接到了来自老家的电话，是我妈打来的，月清娇娇滑档了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一直都是这样，妹妹一旦有点什么事，爸妈就会打电话找我，美其名曰姐妹之间就该互相帮助，可从来只有我单方面帮赵月娇的份，他们甚至都不用动什么心思，直接做甩手掌柜使还我就行，做好了是赵月娇聪慧有福气，做不好就是我这个当姐姐的没本事不尽心。我自小留守，渴望亲情，又被父母那套一家人言论洗脑，大包大揽，安排好一切，面对父母无理的指责，也是自己默默消化。而现在我舒适的躺在沙发上，故作惊讶，妈，现在高考不是能报100多个平行志愿吗？娇娇全滑档了。对面声音陡然拔高，呼吸急促，有你这样当姐姐的吗？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，你赶紧回来商量商量怎么办？
我淡定的笑了笑，妈，高校录取工作都结束了，我还能想什么办法呢？我也没那么大本事让教育局给开了后门啊，赶紧劝赵月交复读才是正事。我妈沉默一会儿，接着对我抱怨李彤，然后医生安慰赵月娇去了，娇，要不咱再复读1年吧，明年选个好专业。赵月娇不服的辩驳，我不要复读，你们给我找个学校，不然我就再也不读书了。电话那头传来我父母低声的安慰劝解，时不时夹杂着我妈的抽泣和赵月娇的怒吼。我爸妈竟然真的给赵月娇找到了一个大学海城商务联合学院，一个标准的野鸡大学，仿冒知名院校的名称进行虚假招生，看似高大上，其实报了等于白读。上一世赵月娇就想报类似的院校，我拦下了她，还被她阴阳怪气，你连大学都没读过，你知道什么？你不会是嫉妒我能上这么好的学校吧？她还小，不懂世间险恶，我忍气劝下了她，想着总有一天她会明白我的苦心，没想到最终却等来了她痛下杀手，这也是我不再插手，就如她所愿，去一个好大学吧。学费我爸妈本来还想让我这个冤大头出，但被我以资金周转不开的名义拒绝了，因为这是我和父母大吵一架，激动的责问他们，为什么让我负责赵月娇的一切支出，我只是她姐姐，不是她妈，为什么把责任全推我头上，妈妈只是重复，谁让你是姐姐呢？那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听到这个回答，一股无力感袭上心头。姐姐这个身份是原罪，也是枷锁，挂断了他们的电话，单方面切断了与家里的联系。上一世我认真的给赵月娇准备了平板当做升学礼物，她收下后还嫌我送的不是顶配版，抱怨我小气。这次我送了一句真挚的祝福和一个不会插手她生活的姐姐之后的路，全看她自己怎么走，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开学那天，赵月娇发了一个朋友圈，一路生花，未来可期。评论区我的父母连连表态，乖娇娇真厉害，小时候就看出来你是读书的好料子，女儿真棒，比你姐姐还厉害呢。你姐姐当年可没考上大学，刷到后我的思绪飘到很远，从我出生一直到高考，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老家读书，父母说他们工作很忙，没空带我，便把我丢给了老家的爷爷奶奶等工作。终于不忙的时候，我本以为他们会接我回家，可他们又生下了一个小我14岁的妹妹，从小带在身边，说是要弥补没有养过我的遗憾。一直到高考后，我才第一次踏入父母的家，米白色的墙壁上挂我和赵月娇3人温馨的全家福，赵月娇穿着洁白蓬松的公主裙，头上戴着亮晶晶的小王冠，像极了童话里幸福的小公主。温馨有爱的家，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，我心头一暖，忍着快要掉下的眼泪，从书包里掏出了给妹妹买的小熊。我连着1个月没有吃晚饭，才攒下这笔钱给妹妹买了这个礼物。这小熊堂妹也有一个，我小时候看到后心心念念了很久，可太贵了，我买不起来。新家前我特意去存口文具店买了一个相似的，我想至少我的妹妹不用去羡慕别人，弥补了我的遗憾。可赵月娇一把拍掉了那个小熊，捏着鼻子叫道，这东西我有一床，我才不稀罕。这你一样带着一股穷酸味儿，妈妈快把他赶出去。我以为妈妈会生气，会大发雷霆，可她没有，她只是摸了摸赵月娇的头，笑着对我开口，月清，你不要在意，娇娇只是骄纵一点。没有坏心思的我捡起小熊抱在怀里，捏着身上洗得发白的校服，不安又窘迫，这是我最珍视的礼物和最干净利落的衣服了。后来很多次，妈妈抱着白皙幼嫩的赵月娇对我抱怨，月清，你一点都不和我们亲近，真让妈妈伤心，看看你妹妹多讨喜，你多学学。在妈妈长久的抱怨洗脑下，我顺从的成为了一个好女儿好姐姐，承担起了全家的家务，成为赵月娇成长路上的一个保姆盒。当姐姐的连妹妹都看不好，有时候我也会在内心不甘的诘问，为什么偏偏我是姐姐，永远比她大14岁，永远的辅助她帮她，人生经验永远比她领先，要一直为她是错，为什么？但我连开口询问的勇气都没有，不被偏爱的孩子没有生气委屈的资格，我抹去了脸上的眼泪，关了手机。赵月娇大2时，妈妈破天荒的主动联系我，做了一桌好菜，说是要弥补我过去受到的亏欠，图来的是好，让我好奇，我去赴了这场鸿门宴，和上一世印象中相差很大。上一世赵月娇依靠我给的资源包装成富家小公主人设，还被选为金融系最美系花，在学校过得如鱼得水。而现在厚厚的粉底遮不住她眼下的乌青头发，如枯草一般毛躁，整个人的状态差极了，与前世的小公主人设相差甚远。她低头坐那里玩手机，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。父母忧心忡忡的开口关心，却被她粗暴的打断，问什么？你们什么都不懂，问了又能怎样？她气冲冲的摔门离去，留我父母坐在餐桌旁暗自抹泪。我抿了抿嘴，没说话。悠闲的夹起筷子，水煮鱼吃起来。来到父母家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知道鱼原因无他，赵月娇不喜欢，为了迁就她的口味，餐桌上从来不会出现鱼。不论我怎样暗示或明示，妈妈都只当不知道。有一次，我甚至自己买好了食材准备下厨，却被妈妈皱着眉拦了下来。娇娇不爱吃鱼，别让娇娇看见，她会不高兴的，与我拿去送邻居了，以后别买了。这是第一次妈妈迎合了我的口味，我静静的品味着水煮鱼，觉得心心念念了这么久的东西，也不过如此。晚饭后，妈妈慈爱的关心起我的生活状态，干巴巴的问了我最近怎么样之后，便相对无言，叹了口气后，她硬着头皮把话题扯到赵月娇身上。月清呢，
本来这是我不想麻烦你的，可娇娇是你唯一的妹妹，现在她有困难，只有你能帮她了。赵月娇多次逃课，甚至期末考试也缺席，学院已经下达了学业预警，再这样下去，她只能被退学，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赵月娇对此却满不在乎，她早就不想读了。最后，在多方送礼探求下，辅导员暗示，只要能花点钱疏通一下，就可以取消学业预警。他们想让我出这笔钱，我确实有钱，当年我因对突发阑尾炎错过了高考，想去复读，却被父母拦下。妈妈拉着我的手，泪水连连，语气愧疚越轻。杨敏这两个孩子，爸妈压力太大，娇娇马上要读小学了，我们还得凑钱给她买一个学区房，你能不能不要读了，出去工作，帮帮家里吧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母亲，温柔慈爱，眼睛里全是我鼻头一酸，即使知道家里不缺，我复读这笔钱，但还是同意了。自此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做过服务员、保洁、销售，一步一步的积累人脉，最终看准机遇，做起了中介外来务工人员介绍工作赚介绍费，渐渐的起了家，成立了一个中介公司，挣到钱后就开始反哺家庭，给赵月娇买学区房，给父母买车，负担全家人的一切开支。我把妹妹当自己的孩子一般照顾，为她铺路，殚精竭虑的谋划，她却说我毁了她，连捅我10几刀。临终前我听到她说，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我也不会得抑郁症，我要是能自己选择，哪里会这么痛苦。原来我掏心掏肺的为她铺路，在她看来却是我故意炫耀，是造成她痛苦的元凶。这些年在她身上的付出得不到一句感谢，只留下无尽的怨恨。想到这里，我委屈的开口，妈，我有心无力。前段时间公司运转出了点问题，资金链断裂，我把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，现在情况还没有好转。妈，我没有开口求过你，就这次帮帮我好吗？我眼含泪水，目光哀戚的盯着我妈，她别过头，避开了我的目光。学业预警最后还是被取消了。我父母掏空家底，给赵月娇交了一笔赞助费，让她能在学校继续读书，这也是她自己选的专业，但她还是抑郁了。她因为抑郁严重，没有办法上课，天天缺课，缺席小组作业，室友们对她颇有微词，班级同学也纷纷避开，她不愿和她组队，她想退学，但我父母不同意，愣是靠着一笔又一笔的赞助费拆学历审查。听说这个消息，我不禁好奇，赵月娇的野鸡学历能通过审查吗？要是他们发现这么多年的投入和付出都是竹篮打水，他们会像我一样崩溃吗？赵月娇已经在公司工作1个月了，父母谈及赵月娇，眉眼间俱是得意，连邻居也夸到年纪轻轻就入职大公司，你这女儿未来可期啊。可还没有得意多久，赵月娇就被辞退了，公司人事翻烂了，学信网也没查到赵月娇的毕业院校，最后还是在某度的广告页查到的。我妈不信宝贝女儿的学历有问题，跑到公司大闹一通，我女儿明明读了4年书，怎么能是假的？有黑幕，肯定有人顶替了，我女儿的工作我要去，不够丢人啊，辞退就辞退，多大点事。前世这个时候她公办本科毕业，在我手底下工作，拿着优厚的薪水，工作内容轻松又简单。但此刻她读书4年，归来仍是高中学历，被公司发现学历造假，在业内的名声算是坏了，以后父母再怎么花钱给她设萝卜岗，她也进不去了。说完之后，赵月娇捂着脸冲出人群，有我妈一个人窘迫的站在原地，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。这是被人拍下放到了网上，还在当地小火了一把。网友的嘴是出了名的刻薄，我妈被骂得体无完肤，往常遇到困难，他们第一个就想把我推出去解决。这次我父母很久没有动静，不由得让我疑惑。他做鸟兽散了，我心下疑惑，这是我的秘书面色纠结的递过了手机，赵总，您看，这是你妹妹吗？屏幕里，赵月娇瘦削惹人怜爱的小脸上还带着泪痕，一个个回答着网友的提问。我努力学习了4年工作后才知道我的毕业证书是假的，这对我打击很大，妈妈也是关心则乱，才会去公司理论。这学校还是当年我姐姐帮我选的，她是大企业家，人脉很广，我们全家都很信任她，姐姐应该也不知道这个学校。算了，我不怪她，直播到最后，赵月娇哭得不能自已，一时间不明真相的网友纷纷把矛头对准了我，她姐肯定就是故意的一个大企业家，能不知道这是什么野鸡学校吗？门口扔垃圾摆花圈。我的手机号也被赵月娇不小心曝光，她梨花带雨的哀求网友不要去骚扰我，却不肯在我的手机号上打个码，各种咒骂诅咒短信纷至沓来，甚至有人在网上 P 了我的黑白照，但也有人扒出了赵月娇的成绩单来质问她为什么努力学习，最后才考正点分，天天缺课，次缺考又是怎么回事？眼见网友们的矛头调转向赵月娇，一直沉默的父母赶忙站了出来，直播回应，当年我们条件不好，没能把大女儿带在身边，导致她怨恨我们，后来不管怎么弥补她都不愿意放下过去，这我们也认了，毕竟是我们对不起她，可是我没想到她竟然在填报志愿这件大事上报复我们，毁了娇娇一辈子。这番话病死了我的恶毒人设，没有人再去注意赵玉娇的成绩单，网友们纷纷向我集火，舆情不断发酵，我的公司被自发抵制，不少投资商撤资终止合约，一时间公司内人心惶惶。看着在网上卖力表演的3人，我突然想起赵月娇5岁那年，她格外仇视我这个半道冒出来的姐姐，认为我的存在挤占了她的资源，哪怕当时我已经工作给家里交家用，她故意从楼梯上跌落，然后抽噎着告诉妈妈，她不怪我。如此拙劣的演技，但架不住我的父母心是骗的，妈妈歇斯底里的冲我叫骂，小小年纪就这么恶毒，竟然对自己亲妹妹下手。
我还未来得及辩解，父母就抱着蹭破皮的赵月娇风风火火去了医院。从天亮到日落，我一个人蜷缩在客厅角落里，大颗大颗的掉着眼泪，一直到深夜，父母才带着赵月娇回来。赵月娇身上穿着粗新的衣服，抱着昂贵的进口玩具和各色零食，妈妈扭过头却不愿看我赵月娇，蹦蹦跳跳的跑到面前，递给我一块皱皱巴巴的奶糖，姐姐，我不怪你了，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我想开口辩解，可话还没说出口，眼泪先滚落下来，我妈一下子来了气，你是死人啊，听不见你妹妹跟你说话。爸爸把我拉到屋外楼梯间，语重心长的开口质问，所以你们知道我没有推？赵玉娇爸爸叹了口气，没有回答，我的问题越轻，女孩子不要这么犟，听话去，主动给你妈妈扶个软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我们不会害你的。我怀着满腹的委屈，主动低头跟妈妈认错，爸爸拍着我的肩膀说，对吗？这才是好孩子。我咽下所有的痛苦和不甘，努力的扮演一个好孩子角色和架不住父母的心是骗子，我一味的讨好，换来的是家人的漠视，是死不瞑目。赵月娇永远有父母替她谋划打算，那我又有什么？我再不为自己谋划，那我就是白活一世。网暴愈演愈烈，公司里已经有不少员工离职，我给全体员工放了7天，资本家白眼狼，人品败坏，这些标签一个又一个贴到我身上，我被骂得越狠，赵月娇就越吸粉，得利就越多。赵月娇的日子可谓是过得风生水起，赚足了眼泪与金钱，她甚至开始直播带货，一场直播下来能挣几十万。在我收集好证据准备反击的前夜，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轻轻对不起妈妈，话未说完就被我挂断，现在谁也无法动摇我复仇的决心。赵月娇带货卖得正起劲的时候，一份声明高高的挂在热搜上，反转究竟谁才是白眼狼。这份声明详细的梳理了我从出生至今的人生历程，被抛弃被辍学，这么多年的转账记录，给妹妹交学费的凭证，以及不同人的证词，最后说明星河公司整合优化完成，欢迎各家公司进行洽谈合作。舆论反噬，赵月娇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笑话，曾经贴在我身上的标签悉数返还，回旋镖狠狠地扎在她身上。我委托律师写了一份律师函起诉赵月娇，无数营销号纷纷下场转发，曾经给赵月娇提供代言赞助的商家也予解约，她面临着天价赔偿。我将案子全权委托给律师，自己则前往外地考察，准备成立分公司。我知道赵家人会来找我，所以我特地在外逗留1月有余，故意晾着他们回去后，我在公司楼下看到我妈的温柔形象，判若两人。青青，她艰难张口，娇娇得了抑郁症，她已经受到了教训，你能不能放过她？我纳闷道，她不是早就得抑郁症了吗？关我什么事？只要你现在开口原谅她，娇娇就还有翻身的余地。她放低声音哀求我，我没有直接拒绝定定的。看着她问出了那个我最想知道的问题，妈妈，你爱过我吗？她瞬间脸色苍白，嘴唇抖动，哎，怎么不爱呢？生怕我不相信，赶忙又补了一句，怎么会有不爱孩子的妈妈呢？那为什么把我扔在家里不管不问？比如说是没钱工作忙，既然没钱工作忙，你们怎么有时间生？赵月娇把她带在身边，怎么有钱把她一路养？大为什么那么偏心赵月娇？她说不出话来，沉默良久，眼角淌下一行泪。当年生下你时，迫于经济压力，把你放在乡下是我最后悔的事。有一年我特意请假回去看你，可你眼睛里的陌生与抵触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，所以有了娇娇后，我就发誓一定要自己带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只有一盏灯，孤独地照着我，抱着她坐在床上的身影，她从一个小胳膊那么长的娃娃，不知不觉地长高，从单身都不会的宝宝到现在亭亭玉立，我对她注入了全部的爱和精力。她陷入回忆，嘴角挂着甜蜜的微笑。后来你来了，我一看见你，就想起了当年被迫抛下饮食的愧疚和痛苦。我不敢正视你我也想过要好好弥补你，可你是那么的冷漠，从不肯与我交心。她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，我仰头低回，眼里的泪水冷笑开口，所以你就漠视我，压榨我，逼我无条件的照顾赵玉娇，最后还和她一起要毁了我，这就是你对我的愧疚，这就是你爱我。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不是这样的，青青不是。她赶忙辩解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我避开她，她流的最后一滴泪消散在风里。律师工作效率很高，赵月娇因诽谤罪被逮捕入狱，她入狱不久，警方联系到我说她想见我一面，我考虑再三，决定去看看她。她无神的双眼在看到我的一瞬间亮起来，她猛烈地拍打着玻璃，姐姐不错了，你救我出去好不好？我错了。我看着她急切狼狈的样子，心里不是滋味，曾经我那么用心的教养她，可她却连捅了我10几刀，看着我在血泊里一点一点丧失生机，谁真心对她好，她真的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会认为我是在故意炫耀羞辱她，那么记恨我？见我没有说话，赵月娇急躁起来，姐姐，我原本应该有本科学历，优厚的工作，为什么你不帮我了？我心中颤了一下，帮你等你再捅我10几刀吗？她急切的大叫，不是的，我没有想杀你，我只是太冲动了，我不怨你的，真的。我笑出了声，你怨我什么怨？我给你出钱补课，怨我给你买学区房，让我帮你拿到本科毕业证，还是让我给你安排工作，你心安理得的享受着我给你的资源，在我的庇护下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你有什么资格怨我？她下意识的想反驳，可张了张嘴，艰难开口，不是的姐姐，你这么优秀，爸妈时不时的就夸你有多能干，
抱怨我不如你聪明，我也很痛苦，我不想一直生活在你的阴影下，所以我才他不甘心。我这个没有学历在乡下长大的姐姐比他优秀，不甘心，满眼都是他的父母眼里有了我，所以他嫉妒我，厌恶我，可又不得不依靠我。我能理解他的心理，但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，但凡他有一点良心，就不会对我痛下杀手。他若是不想在我的光环下，那他可以拒绝我的帮助，自己去闯出一番天地，而不是一边接受我给的资源，一边在背地里记恨我。我冷冷开口，声音平静，他迟疑了一下，眼泪大颗大颗涌出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我错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会报答你的，就我出去吧，姐姐。他连连哀求，不复往日的高傲。我欣赏了一会儿他鳄鱼般的眼泪，起身离开。你并不觉得对不起我，你只是后悔这一世没人给你铺路了，再也享受不到我给你提供的资源。我走出会见室，身后赵月娇疯狂地拍打着玻璃，大喊大叫。后来听熟悉的邻居说，赵月娇出狱后精神就不太正常了，经常一个人自己自语，不是这样的情绪。激动时还会抱起伤人投诉的邻居越来越多，我父母没法只好卖了房子，带着他回了乡下。不久后，我接到了赵月娇死亡的消息，娇娇她出狱后就开始不正常了，天天在家里喊错了要重来，最后拿水果刀捅了自己10几刀，对方声音哽咽，一度说不出话来，我跟你爸怎么也拦不住，所以呢，我平静的开口亲亲，爸妈，现在就只有你一个孩子，我知道，等你们60岁后，我会按照法律规定给你们打生活费的，不是我们，不是来要钱的。青青，对不起，你若是缺钱，爸妈这里有，又是对不起，重生回来，我不知道听了多少遍，若是前世，他们肯对我说声对不起，我也不至于带着怨气和委屈离世，现在我不需要了，他们又开始粘上来，迟来的深情比草借我开口。或许10几岁的赵玉清需要你们的钱，因为他没有收入，没钱吃饭，没钱买衣服，连卫生巾都得想方设法省着用，而现在我不需要了，我靠自己拥有了花不完的财产，不需要你们这仨瓜俩枣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从来看不到你们像，现在我发达了，你们又贴上来了。可笑，你们若真的觉得愧对于我，麻烦以后不要联系我了。这一世没有了赵月娇和家人的阻碍，我的公司成功上市，很快成了业内的独角兽企业。我创立了好几个基金项目，用来帮扶那些不得不以幼嫩肩膀撑起一个家的孩子。我被冠以慈善家的名号，各大媒体争相采访我一次。一个记者问我，赵女士，请问你有什么忠告要告诫这些年轻人吗？我微笑以对忠告，谈不上教训，倒有几条渡人先渡己，爱莫向外求。采访结束，一位瘦弱的小姑娘拦下了我，她怯怯开口照走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用眼神鼓励她继续。我的父母总是告诉我，作为家里的长姐，就应该去帮扶弟弟妹妹。可是我家里并没有那么穷困，我的父母过得相当肆意，反而我自己过得十分拮据，我不愿帮他们，是我太自私了吗？我沉沉开口，抚养弟妹从不是你的责任，不要大包大揽到自己身上，你以为你可以收获别人的感激，最后得到的可能只有怨恨。你先是你自己，然后才是别人的哥哥姐姐。最后我告诉他，有人骂你自私，是因为他们从你身上占不到便宜，对于这种人理应无视，否则就会被他们的评价困住，戴上挣不开的枷锁。全文完。